这边提这边，这边提这边，这边提这边，然后到这边了以后，肩胛骨一翻，那个从肩颈落到肩胛骨，肩胛骨一沉落到肾的上面，落到肾，从肾到小腹，然后肩胛骨一转，把它从这边引到下面去，从这边入肾，哎，从肾入丹田。你看你这边没有到嘛，你这边闭了嘛，对，所以这要有一个提，要有一个提。因为我现在觉得，这边中稳的地方，就上次讲那个会痛嘛，中稳的地方好像还没有给他一个压力，他没有办法上来。对啊，所以你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，你到这边的时候啊，你到这边嘛，你到这边有阻碍嘛，是不是？你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提一下，你看，提一下，你本来是这样子嘛，是不是？你吸到这边的时候啊，这样子提一下，本来是这样子，提一下，就上来，就变成横膈膜要把它，你试试看，压缩，对，有体会吗？你不要想横膈膜，因为横膈膜太大片了，你要想中央，不要从上面做，不要从上面，你就用这边来提，你用这个中来提下，用上来提中，你不要变成一大块的，你用这边来提这边，用中间这个，用中，对。尤其你什么地方，你觉得什么地方那个阻碍的话，你就用阻碍的地方来提，因为你提的时候啊，它会动。你在用它来提别人的时候，它本身它会动，你就要它动。因为我自己是可以，动，所以就是说啊，你自己是向内动还是往上动？应该向内动。对，你在提的时候是让它往上动。就是压缩这个样子。不是你不是压缩，就提。你来摸我这边，你摸这边跟这边，这边跟这边，你就是用这边是，这是中嘛？你觉得阻碍是这边嘛？对，是不是这边嘛？所以你到这边来提的时候，你看你用这个，了解，用这个来提这个，就以它为主就对，以它为主，所以你提的时候，它就会上动，然后下来上，然后由中来提下，中来提下，提起来以后用上来提中，用这边来提中。变成说这个这样不懂？往上这个往上提。对，因为你如果是一整个的这样子提的话，哈，你提的范围太大，它的方向性啊，它方向性就不准确，所以你必须一节一节的提。这样懂？啊，对，所以一般你这样子提啊，你这样一提，你的肺是这样张开的，这边也是这样张开的，那它没有方向性的，它没有方向性的。我们提是要有一个方向的引导嘛，所以你这个引导，你这么一大串，你从下面这上来到这边这一大串，所以它为什么手到哪你提到哪，就是你要分段。你看这边提这边，这边提这边，这边提这边。这边提这边，这边提这边，然后到这边了以后，肩胛骨一翻，那个从肩颈落到肩胛骨，肩胛骨一沉落到肾的上面，落到肾，从肾到小腹，就一个循环就对了。对，再把它做更细一点。对。所以你能做到这个样子的时候，你的手就不一定
要做这些了。手做这些是让你从外面的活动来学会控制里面的活动。你再试。那像这个，我们现在两仪的话，就变成可以把它做一个约束的话是，可以让它动，还是说一定要一个去动它？两仪还是一样啊，两仪你在这边是怎么分？一开始这是分左右嘛。左右是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个跟这个包起来嘛。你现在是不是分成左右？你现在的两仪是左右，左右来分的，是不是？左为阳，右为阴嘛，所以这个是从阴起，所以你这个是走这边，因为这一段是主脾胃的，是主中的，所以它到这边从右到左，然后从中央，然后这边下从右下开，两边开，然后再回来再相反，回来相反，这是左右的调整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这是左右的到这边变了。到这边变了，内前后了，到这边前后了，前后到这边上下，所以这边的阴阳分成什么？左右内外，就是前后上下，所以说是以左右上下前后来。左右前后上下的中都在脾，是吧？所以你这边脾的活动，脾怎么活动？它可以这样活动，它可以这样活动，它可以这样活动，它可以这样活动。所以你3个方面让它动了，它才动，它才是一个完整的动所以这个脾才活嘛，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前面等于说什么？前面等于说脾的暖身，这等于说脾的暖身嘛，是不是这样，然后到这个地方了就不是了，暖身完了以后就开始了，开始脾的运作了，它是一个这个了。所以说要强调的是这一些，不是说它的连贯性也不是很重要的。连贯性当然也重要啊，连贯性是一开始你的左右的能量怎么起怎么落，也就是说那个中是什么？怎么定这个中？身体的中央怎么定中？我不管什么脾胃，我不管什么，我们讲中嘛，怎么定中？以五行的怎么定中嘛？边界中，你要定两边，你才有中啊。你不定两边，你没有中啊，是吧？是不是？中是因为有边嘛，有边才有中啊，不然我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为中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先求两边，对，求中，本来就是啊，是不是？你把边界先建立好嘛，边界先弄清楚嘛，边界弄清楚了以后才有中嘛，所以脾的中是哪？你要把这两边的边界，上下的边界先定好啊，是不是？如果是这么粗的东西，它没有边，它是一整个，它没有边，没有那个边界出来
晓得吗？所以两仪之术后来练，你这个弄好了以后，它在这边停一下，定到中，然后下面你才可以走。哦，这个是属肝的，这肝啊，怎么走啊？这肺，第二段是属肺的，你才可以从中开始往肺走啊。哦，所以说它是土生金开始在运行。不是，它就是以脾为媒啊，就是讲那个嘛，水火既济怎么做嘛？不是从水跟火，是从他们的妈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肺是水的母嘛，所以它是阴的母，是不是？肝是水的子嘛，所以从母子，肝是水的子，但是是火的母，所以从他们之间经过脾，他们三个都是属于中宫的，比较平和。如果直接去想要这个沟通水火，那不行嘛，水火的那个差异性太大了，产生冲突的几率大嘛。所以你要融合水火，不能直接从水火做，你要从他们的妈妈跟孩子做。所以从中来，所以先建立好脾胃，先建立好这个中，这个中有了以后，旁边的东西就有了嘛，是不是？然后透过脾胃来沟通肺跟肝。就是说，老师之前讲的黄婆来动。对，所以道家讲的那个黄婆就是中土，就是脾啊，中宫就是这个。那中宫最大的功能是什么？在这个里面最大的功能是吧？它就是媒婆啊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不管道书还是中医讲的中宫的一个大功能就是什么？它就是水火之间的媒婆，对不对？这个男的跟这个女的，男女要让他们结合，要相遇。男的也没见过女的，女的也没见过男的，不像现在自由恋爱，没有中间的媒介，那两边就相碰嘛，碰成了就在一起，碰不成就拆伙嘛，就那个冲击性比较大。那中间它有一个媒婆，透过一个媒婆啊。媒婆跟男的讲哦，女方怎么样，由他调查好啊，身家如何，人品如何，相貌如何啊，一个称职的媒婆了，认为两边登对，确实可以匹配，然后他来做中间来撮合两边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以前这种做法，如果是一个称职的媒婆，它是什么？它是减少了不称对的那种互相的磨合期啊，知道吗？就中间有一个先做好一个调查嘛，把不利的因素先把它拿掉。所以在这里面两仪之术他练的就是这个，所以两仪之术到后来真正他练的是什么？就是所谓的水火既济那从两仪之术我们知道，修道你要做到水火既济，不是你打坐或者想的或者头脑知道就好了，它有操作法，知道吗？它是有操作法。那它可以就是说以类太极来去运作吗？还是说？对啊，它就是所以八卦到两仪有动作的演练，两仪之再往下就没有了。说到两仪了，为什么他不弄一个太极呢？因为没有办法弄一个太极。到水火既济了，它就已经是太极了嘛。
是不是？所以太极是什么？太极在八卦拳的这个系统的概念里面，太极是无法展现、无法练的。太极是不能用肢体动作来练的一个东西啊，它只能是一个自然养成的东西。哎，啊，你没有办法从梢去练到太极的那个根。哎，啊，就你一棵树已经长成了，已经长成这棵树了，你可以从树叶、花果慢慢往回推。哦，枝跟它的关系，枝跟果树、花果、树叶的关系，然后推到干跟枝的关系，这些我们都可以从外面推的嘛。然后推到哪里？推到树的根都可以推，可是你推不到那个种子。因为种子变成树就没有了，种子里面原来包含的能量、包含的东西，它都出来了，它都跑到树里去了，好的吗？所以你推不到这棵树的种子当初的种子的那个状态去，那个种子就是太极嘛，你只能推到它当初发一个芽出来，发那个芽出来成为那个树干。只能推到这个地方。哦，